有一个秘密，它能让你从错误、混乱和危机中获得巨大收益。这不是什么成功学的鸡汤，而是来自纳西姆·塔勒布这位思想家在《反脆弱》一书中揭示的深刻智慧。他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一块重达1000磅的巨石和1000颗加起来同样重量的小石子，哪个对人的伤害更大？答案显而易见是巨石。这个看似简单的比喻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它解释了为什么有些系统在平时看起来风平浪静，却会在一次小小的冲击下瞬间崩盘，而另一些系统虽然每天都在波动中充满噪声，却能长久不衰，甚至越来越强。这种区别就在于它们是脆弱的还是反脆弱的。接下来我们将学习一套可以直接上手的思维武器，它能让你看穿生活和工作中隐藏的玻璃陷阱，把每一次的坏运气都变成你向上攀爬的垫脚石。这不只是一本书的解读，这是你在不确定时代里拉开与别人差距的关键。我们首先需要完成一次思维的系统重装，因为我们绝大多数人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从根本上就少了一个维度。如果我问你脆弱的反义词是什么，你脑海里第一时间跳出来的恐怕是坚强、强韧、皮实这一类的词。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坚强，要打不倒，但塔勒布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恰恰是问题的根源。坚强根本不是脆弱的反面。为了彻底理解这一点，塔勒布为我们构建了一套全新的世界观，一个3元结构。他把世界上的万物，从你的身体、你的财富到一个公司、一个国家，都放进了这3个类别里。为了让这个概念永远刻在你的脑子里，他用了3个古希腊的神话形象来代表它们。第一类是脆弱的，它的代表是达摩克利斯之剑。这是一个非常有画面感的故事。古希腊有位大臣叫达摩克利斯，他特别羡慕国王的权力与奢华，天天在国王耳边说：“陛下您真是太幸福了。”国王听烦了就说：“好啊，今天这王位你来坐。”达摩克利斯受宠若惊，坐上王位，眼前是山珍海味，耳边是仙乐飘飘。正当他感觉人生达到巅峰的时候，他一抬头，瞬间冷汗就下来了。原来国王在他的头顶正上方用一根马尾毛悬挂着一把锋利无比的宝剑。你可以想象他当时的心情，后背发凉，冷汗直流，再美的酒也品不出味道了。这把剑就是脆弱的终极象征。它平时看起来光鲜亮丽，稳定地悬在那里，但它极度厌恶任何形式的波动和不确定性。一阵微风，一次轻微的晃动，甚至时间本身都可能让那根马毛崩断，带来毁灭性的、不可逆转的打击。我们生活中处处都是这样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份看起来薪水优厚、福利满满的稳定工作，可能因为一次行业危机就让你瞬间失业；一个看起来固若金汤的金融体系，可能因为一个没人注意到的风险就轰然倒塌；一个长期保持稳定的社会，可能因为一件小事就陷入剧烈动荡。脆弱的事物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就是毫发无损，但任何意外都可能让它万劫不复。第二类是强韧的，它的代表是凤凰。这个我们比较熟悉，传说是百鸟之王，它能在烈火中被焚烧，然后在灰烬里重生。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厉害？很多人把它当作人生的最高境界，百折不挠，打不死。但是请注意凤凰重生的一个关键细节，它只是恢复了原状，大火没有让它变得更强大，没有让它学会防火，它只是抗住了伤害，然后回到了初始设置。这就是强韧，它能抵抗冲击，但不会从中受益。一块钢板很强韧，你用锤子砸它，它可能不会碎，但它绝不会因为被砸而变得更硬。一个强韧的系统，它的目标是维稳，是伤害控制。这当然比脆弱要好，但它依然是一种被动的、防御性的姿态。现在真正激动人心的部分来了，第3类，也就是本书的核心，反脆弱的。它的代表是希腊神话里的9头蛇怪许德拉。这是一个让所有英雄都头疼的怪物。当古希腊最伟大的英雄赫拉克勒斯前去挑战他时，他发现了一个让他近乎绝望的规律。他每用剑奋力砍掉一个蛇头，那个地方不仅没有死去，反而会立刻长出2个新的、更凶猛的舌头来。你可以想象那种场面，你越是攻击他，他就越强大。你对他造成的每一次伤害都成了他加倍奉还的理由，成了他自我进化的养料。他从不确定性中吸取能量，完成进化，让自己变得比原来更强大。这就是反脆弱，他不再是厌恶混乱，他甚至是在热爱混乱。每一次攻击，每一次伤害，每一次波动，对他来说都不是威胁，而是宝贵的养分。所以现在我们有了一张全新的地图来观察我们周围的世界。脆弱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强韧的凤凰和反脆弱的九头蛇，它们构成了理解一切风险和机遇的基础。你希望你的投资组合是哪一种？是看似稳定但可能瞬间归零的剑，是经历股灾后好不容易回本的凤凰，还是在市场波动中不断抓住机会越滚越大的九头蛇？你希望你的职业生涯是哪一种？理解了这个3元结构，我们就完成了最关键的思维升级。因为你会发现，我们天生其实都拥有反脆弱的潜能。我们的基因、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智慧本身就是一部反脆弱的进化史。但奇怪的是，我们生活的这个现代世界似乎正在用尽一切办法，把我们从潜力无限的九头蛇一步步地推向那把悬在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我们来看第一个场景，它就发生在你我每天都在刷的手机上。信息茧房是如何让你丧失思考能力的？你有没有发现，你手机里的那些应用变得越来越懂你了？你喜欢看什么，它就拼命给你推什么。你刚点赞了一个搞笑视频，接下来一整天你的屏幕上就全是各种段子。你刚搜索了一个旅游目的地，各种机票、酒店的广告就立刻把你包围。这个算法为你打造了一个极其舒适、极其和谐的信息茧房。在这里，你遇不到任何让你不适的观点，看不到任何你不喜欢的东西。你的世界变得前所未有的稳定和可预测。但代价是什么？代价是你的思想正在变得极其脆弱。因为你长期接触不到反对意见和多元化的信息，你处理不同观点的能力正在飞速退化。当你偶尔在现实生活中碰到一个和你想法完全不同的人，你的第一反应不是好奇或思考，而是震惊、愤怒，觉得对方不可理喻。你看那个试图为你创造完美信息环境的算法，它用稳定作为诱饵，亲手剥夺了你思想上的反脆弱性，让你变成了一个一触即跳的、易怒的、无法进行深度思考的信息巨婴。再来看第二个场景， KPI 管理是如何让一家大公司走向致亡的。你再想一下，一个现代的大公司，它的核心是什么？是 KPI， 是流程，是优化。每个季度都要有平滑增长的业绩曲线，每个员工都要像螺丝钉一样在自己的岗位精确地执行既定的流程。整个系统被设计得像一台精密的仪器，目标就是为了消除错误、杜绝意外，追求100%的可预测性。这在财务报表上看起来非常高效，但实际上这家公司正在变得无比脆弱，因为它为了追求稳定，扼杀了所有的创新和试错空间。员工不敢尝试新的方法，因为一旦失败 ，KPI 就不好看。部门之间壁垒森严，因为跨部门协作会带来不可控的因素。整个公司就像一艘在风平浪静的湖面上航行的又快又稳的巨轮。但当市场的黑天鹅，比如一个颠覆性的技术或者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竞争对手出现时，这艘巨轮因为太庞大、太僵化，根本无法调转船头。它过去引以为傲的高效流程，瞬间变成了它走向死亡的催命符。那些追求季度报表稳定的努力，最终导致了它在时代变革面前的彻底出局。最后一个场景，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切身感受到的完美日程表，是如何让你的生活不堪一击的。我们来看看自己的日常生活，你看看我们的日历和行程表，是不是也被优化到了极致？会议一个接一个，中间不留半点空隙。下班后的健身、社交、学习被安排得明明白白。我们用各种时间管理工具，试图把一天24小时的利用率压榨到极限。我们以为这是高效，是自律，但结果呢？我们的生活变成了一座精密但极其脆弱的纸牌屋。你只需要一阵微风就能让它全盘崩溃。地铁晚点了10分钟，你一整天的会议安排就全都乱了。套一个临时的紧急任务，就让你不得不取消晚上的重要约会，因为你的日程里没有任何冗余，没有任何应对意外的缓冲空间。你越是追求效率，你的生活就越是经不起一点点真实世界的干扰。一个看起来排得满满的、无比高效的人生，实际上是一个无比脆弱的人生。所以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事业，还是我们的时间，我们都在犯着同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我们因为害怕那些看得见的小波动，而亲手制造了那些看不见的、足以致命的大风险。我们试图消除混乱，结果却被更大的混乱所吞噬。我们看到了这些试图用完美计划来丈量全世界的做法，反而把我们推向了深渊。那么我们该怎么办？难道只能坐以待毙，等待着灾难的降临吗？当然不是。塔勒布告诉我们，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活法。有一群人，他们从不相信专家的预测，却总能在危机中嗅到机会。他们就是生活中的胖子托尼。
胖子托尼是书中的一个人物，一个来自布鲁克林，靠街头智慧和对风险的敏锐嗅觉为生的传奇交易员。他可能一辈子没读过几本书，也从不关心什么宏观经济数据，更不相信任何专家的预测模型。但他有一种超能力，一种我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反而容易丧失的能力。他能闻出风险的味道。塔勒布说，他能从一个人走路的姿势就判断出这个人是不是快要破产了。他天生就能识别出谁是脆弱的，谁是系统里的火鸡，就是那只在感恩节前夕还以为农场主对他的爱与日俱增的火鸡。胖子托尼的整个生存哲学就建立在一个最朴素也最深刻的认知上：预测未来是徒劳的，尤其是预测那些能真正改变命运的大事。专家们擅长用复杂的模型去预测那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比如明天的天气、下个季度的 GDP 增长0点几个百分点。但对于那些真正能改变你命运的黑天鹅事件，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一次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一项颠覆性的技术革命，他们的预测记录和打硬币没什么两样，甚至更差。因为他们的预测会给你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让你在风险面前放松警惕。所以胖子托尼从不玩预测未来的游戏，他玩的是另一个更高级的游戏——识别脆弱性。他的逻辑很简单，你不需要预测会不会下雨，你只需要知道出门要不要带伞。你不需要预测会不会有地震，你只需要知道你的房子是不是豆腐渣工程。你不需要预测下一场金融危机什么时候来，你只需要知道你的投资组合是不是一个一触即发的炸药桶。放弃预测事件本身，转而去评估一个东西在面对冲击时的反应，这就是从脆弱推手到胖子托尼的思维跃迁。为了让我们彻底理解这两种思维模式的天壤之别，塔勒布还在书中讲了一对孪生兄弟的故事。这个故事堪称全书的点睛之笔。哥哥叫约翰，是个典型的精英。他在一家大银行的人事部门工作了25年，拿着非常稳定、可预测的高薪，享受着各种福利和长假。他的生活就像一条平滑的直线，没有任何波动。他有一个雇主，就是这家大银行，他的财务状况看起来是那么的安全。弟弟叫乔治，是个伦敦的出租车司机。他的生活和哥哥完全相反，他每天的收入都不一样，波动极大。运气好的时候，一天能赚几百英镑；运气不好，可能连油钱都赚不回来。他有成百上千个雇主，就是他每天拉的那些乘客。他的财务状况看起来是那么的不稳定和充满风险。现在问题来了，你觉得约翰和乔治谁的生活其实更坚固，更能抵抗风险？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会下意识地选择约翰。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让我们努力成为约翰那样的人。但塔勒布告诉我们，这又是一个巨大的错觉。实际上，哥哥约翰的生活是极度脆弱的，他所有的安全都建立在一个单一的、巨大的系统之上。他就像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平时看起来光鲜亮丽，但他所有的身家性命都悬于银行不倒闭这根马毛之上。他感觉不到日常的风险，所以他不会去做任何改变和准备。一旦那根马毛断了，比如2008年那样的金融危机以来，银行裁员，他的收入会瞬间从一个很高的数字直接归零。而且因为他几十年来只做一份工作，技能单一，他很可能再也找不到工作了。他的稳定是一种致命的幻觉。而弟弟乔治的生活才是真正反脆弱的，他每天都在经历小的可控的压力和波动。今天这里生意不好，明天他就知道换个地方。这个点打车的人少，他就学会了调整作息。这些日常的小混乱就是市场给他上的最宝贵的免费的培训课，强迫他不断的学习、适应和进化。他从不依赖任何一个单一的客户或者系统。一场金融危机对他的影响可能微乎其微，甚至因为坐地铁的人变少，他的生意反而更好了。那些日常的小麻烦就像是给他的职业生涯不断的接种疫苗，让他对那场最终会到来的超级病毒，也就是大的社会经济危机产生了强大的免疫力。我们大多数人都在拼命地想把自己的生活过成约翰的样子，我们害怕波动，追求那种虚假的直线的稳定。而胖子托尼的智慧告诉我们，真正聪明的人会选择像乔治一样生活。他们拥抱小的可控的混乱，从而彻底避免了大的致命的崩溃。好了，现在我们明白了，高手玩的是识别脆弱性的游戏，而不是预测未来的游戏。但是光有这个心态还不够，我们还需要一个具体的武器，一个能让我们在不确定的世界里系统性的把坏事变好事的工具。
这个武器就是塔勒布在这本书里揭示的最强大的秘密之一。我们下一部分就来详细拆解它反脆弱的秘密武器可选择性。我们刚才认识了胖子的托尼，他告诉我们别再傻傻的预测未来了，真正的高手玩的是识别脆弱性的游戏。但是光看出谁脆弱还不够，我们怎么才能从别人的脆弱里为自己找到机会呢？这就需要我们解锁《反脆弱》这本书里最核心也最强大的一个秘密武器了。这个武器的名字就叫可选择性。可选择性听起来可能有点学术，但它的意思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就是你有权利去做一件事，但没有义务必须去做。它给了你一个单方面的只赚不赔的优势。这里可以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朋友周末在郊区办了个派对，他跟你说，你要是没事就过来玩啊，欢迎。这句话就免费送给了你一个可选择性。如果那个周末你正好无聊，那你就可以去参加一个不错的派对，这是你的收益。但如果那天你有更好的安排，或者你就是想在家躺着，你完全可以不去，你没有任何损失。你看，有利的方面是敞开的，而不利的方面是被锁死的。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可选择性。我们生活中充满了这样免费的或者成本极低的可选择性，但我们往往会忽略它们。为了把这个武器的威力讲透，塔勒布在书里分享了一个2000多年前的传奇故事。主角是古希腊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泰勒斯这个人才华横溢，但和其他很多哲学家一样，穷得叮当响。当时的人都嘲笑说，哲学这东西没用，有本事的人都去经商了，没本事的人才在家里研究哲学。泰勒斯听了很不爽，但他没有跟人争辩，而是决定用一次实际行动给所有人上一课。他是怎么做的呢？那年冬天，在所有人还无所事事的时候，泰勒斯拿出了一笔非常少的钱，不是去买，而是去预定。他用这笔钱作为定金，租下了他所在地明年橄榄丰收季节时所有榨油机的使用权。你想想这个交易的结构有多美妙。如果第二年橄榄欠收，天气不好，没人需要榨油机，那泰勒斯最大的损失是什么？就是他付的那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定金。他的下跌空间是锁死的、已知的，而且非常小。但是如果第二年风调雨顺，橄榄大丰收呢？那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所有人都抢着要用榨油机，而全城的榨油机的使用权都在他一个人手里。他就可以坐地起价，把使用权高价转租出去。它的上涨空间是巨大的，甚至是无法估量的。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那一年橄榄大获丰收，泰勒斯靠着这个可选择性赚得盆满钵满，然后他潇洒地把钱一撒回去，继续研究他的哲学了。他用行动证明，不是他赚不到钱，而是他不在乎。但这个故事里最精彩的部分是后来的哲学之王亚里士多德在记录这个故事时犯下的一个典型的脆弱推手式的错误。亚里士多德认为，泰勒斯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运用自己渊博的天文学知识预测了第二年会大丰收。但塔勒布告诉我们，这完全搞错了重点。泰勒斯根本不需要精准的预测，他可能也只是猜测或者听到了某些传闻，这不重要。他成功的关键在于他构建的那个交易结构，他只需要知道一件事，这个赌注的结构是一个亏损有限、盈利无限的非对称结构。只要有这种结构，你就不需要知道未来到底会发生什么，你也不需要每一次都判断正确，你只需要让时间、让随机性去摇骰子。骰子摇出来的结果，如果对你有利，你就大赚一笔；如果对你不利，你也没什么损失。这就是可选择性的真正威力。所以，一个拥有可选择性的东西，天生就是反脆弱的。它对坏消息是免疫的，但对好消息却极其敏感。它就像一个只接收好消息的雷达，它让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对未来保持无知，同时还能从未知中获益。这简直就是我们普通人能掌握的最强大的炼金石。创新和试错就是最典型的可选择性。你尝试一个新想法，如果失败了，损失的可能只是一些时间和精力。但如果万一成功了，它带来的回报可能是颠覆性的。风险投资行业玩的也是这个游戏，他们投资10个项目，可能9个都会失败，亏掉的钱是有限的。但只要有一个项目成功了，比如投中了下一个谷歌或者亚马逊，那回报就是100倍、1000倍，足以覆盖所有损失，还绰绰有余。我们现在知道了反脆弱的秘诀在于不断地去发现和创造这种亏损有限、盈利无限的可选择性。这听起来可能有点悬，有点抽象。别担心，塔勒布在书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其简单、人人都能上手的具体操作方法，一个能让你在生活中处处为自己制造出可选择性的终极策略。
这个策略就是我们下一部分要讲的普通人的反脆弱炼金术杠铃策略。上一部分我们解锁了反脆弱的秘密武器可选择性，它能让你在风险面前做到亏损有限，盈利无限。这听起来简直太棒了，但问题是，在生活中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得到这种好东西呢？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左右为难？一边是安稳平淡的安全区，你觉得待在里面很踏实，但又一眼能望到头，心有不甘；另一边是充满诱惑的冒险区，你向往那里的无限可能，但又害怕万一失败会输掉一切。于是我们大多数人最终都选择了走中间那条路，找一份还算稳定的工作，做一笔不算太激进的投资，过一种不好不坏的生活。我们以为这是最理性的平衡，但实际上这安安是让我们陷入焦虑和脆弱的根源。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能让我们既拥有安稳的底气，又能享受冒险的刺激呢？塔勒布告诉我们有这个方法，就是他在这本书里提出的最反常识也是最厉害的一个人生作弊码。这个作弊码很简单，放弃中间，拥抱两极。他给这个方法起了一个名字叫杠铃策略。你想象一下健身房里的杠铃，它是不是一根长杆，两头是又大又重的铁饼，但中间是空的？我们的人生决策就应该像这个杠铃一样，把你的资源和精力极端地分配在两个篮子里，一个篮子是极端的安全，另一个篮子是极端的冒险，然后彻底忘了那个看起来很美，实际上充满陷阱的中间地带。我们先来看钱。传统的理财建议总是让你搞什么资产配置，买各种复杂的中等风险基金，但你真的知道那里面有什么吗？你知道它的风险到底有多大？你不知道，所以你把钱交出去，等于是在盲人摸象。杠铃策略说，别这么干，太傻了。你应该这样做，把你的绝大部分积蓄，比如说90%，全部投入到那些安全到让你觉得无聊的东西上，比如存银行活期或者买国债。总之就是那些你绝对不会亏本的东西。这90%是你人生的压舱石，是你永远不会破产的底气。它让你每天晚上都能睡得安稳，天塌下来你都不怕。然后真正好玩的部分来了，用剩下那10%的钱去干票大的。你可以把这10%当成是你买的一张彩票，一张你从一开始就做好了会亏光的准备的彩票。你可以用它去投你那个脑洞大开的朋友的创业项目，可以去买一个你完全看不懂但觉得未来可期的新技术股票，可以去尝试任何你觉得有巨大潜力的疯狂念头。因为你的生存已经被那90%的资金保证了，所以这10%的冒险你玩得起它。最坏的结果就是归零，对你毫发无损。但万一呢？万一你投的那个项目成了下一个时代风口，你的回报不是10%、20%，而是100倍、1000倍。你看，你用一个极小的可控的代价撬动了一个无限大的可能性，你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完美的可选择性。这种思维不只适用于金钱，更适用于你整个人生。我们再来看职业和生活，大多数人都在走那条中间道路，找一份不好不坏的工作，拿着不上不下的薪水，过着不咸不淡的生活。这条路看似稳妥，实际上你每天都在消耗你的热情和生命力，同时又没能真正规避掉被时代淘汰的巨大风险。杠铃式的人生是什么样的？是你去找一份极其稳定，甚至有点枯燥的工作。这份工作只有一个目的，给你提供稳定的现金流和充足的业余时间，并且下班一打卡，你就可以把它忘得一干二净。它绝不消耗你的心力，这是你人生的安全一端。然后在你所有的业余时间里，在你没有任何生存压力的情况下，你可以心无旁骛，毫无保留地去追求你那个真正热爱、真正让你血脉奔张的梦想。你可以去写小说，去画画，去做视频，去搞发明。因为你不指望它马上赚钱，所以你不用为了迎合市场而扭曲自己。你可以做最大胆、最纯粹的尝试。你失败10000次都没关系，因为你的生活有保障。但万一你的这个热爱、这个疯狂的念头成功了呢？它带给你的就不仅仅是财富，而是整个人生的跃迁。你用一份工作的无聊换来了追求梦想的自由，这就是最顶级的杠铃人生。杠铃策略这个看似反常识的两头下注法，就是我们在不确定世界里保护自己，同时抓住巨大机会的终极操作手册。它让我们在享受安全感的同时，还能拥有无限的想象空间。但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这种极端组合会比那个看起来四平八稳的中间道路更厉害呢？为什么放弃中间反而更安全、更有利可图？
这背后其实藏着一个深刻的数学和物理规律，一个关于世界如何运作的秘密。我们看到了这些试图用完美计划来丈量全世界的做法，反而把我们推向了深渊。现在让我们来揭开这个秘密，看看那一块巨石和1000颗小石子之间到底藏着什么玄机。上一部分我们学了那个看似奇怪却威力无穷的人生作弊码杠铃策略，也就是两头下注，放弃中间。你肯定很好奇，为什么这种极端组合会比那个看起来四平八稳的中间道路更厉害？为什么放弃中间反而更安全、更有利可图？要理解这个秘密，我们不需要懂什么高深的数学或物理，我们只需要理解我们自己。这里先问你一个问题：拿到1000块钱的快乐和丢掉1000块钱的痛苦，哪一个感觉更强烈？毫无疑问是丢钱的痛苦。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损失带来的伤害总是比同等收益带来的快乐要大得多。这个不对称就是我们理解反脆弱的第一把钥匙。现在我们把这个道理再往前推一步，你会发现坏事和好事，他们的脾气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先说坏事，坏事的脾气是它会加速行凶。什么意思？就是一个小小的坏运气可能只是让你烦恼一下，但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坏运气造成的伤害绝对不是翻倍那么简单，它可能是指数级的爆炸。我们来想一个你肯定经历过的场景：迟到上班。迟到5分钟可能只是被老板看一眼，问题不大。但迟到10分钟，伤害是5分钟的2倍吗？不是，你可能因为这多出来的5分钟正好错过了最重要的一个电梯，结果导致你错过一个关键会议的开场，最终让整个项目都受到了影响。再极端一点，赶飞机，晚到5分钟，你可能还能跑着赶上，但晚到10分钟，你就只能眼睁睁看着飞机飞走。接下来一整天的计划，几千块的机票全都泡汤了。你看，伤害的程度随着迟到时间的增加是加速放大的。这就是所有脆弱的东西的共同特征，它最害怕的不是那些小磕小碰，而是那一次性的致命的大冲击。因为一次大的冲击带来的伤害远远大于1000次小冲击伤害的总和。这就是一个加速行凶的世界，一个你必须提心吊胆，祈祷坏运气不要降临的世界。好，说完了坏事，我们再来看好事。好事的脾气是他喜欢中大奖，它和坏事完全相反。你每天经历100件小小的不咸不淡的好事，比如今天天气不错，中午的盒饭多了一块肉，这些小确幸加起来能让你的人生发生质变吗？很难，他们只是让你觉得今天还不错而已。但如果有一天你碰上了一件真正的大好事呢？你遇到了一个真正能改变你命运的贵人，你冒出了一个能开启一番事业的绝妙点子，你找到了一个与你灵魂共鸣的终身伴侣。这一个大奖，它带给你的幸福和收益是那100件小确幸加起来的100倍、1000倍。它不是简单的给你的人生做加法，它是给你的人生做乘法，甚至是做指数爆炸。你看，这就是所有反脆弱的东西的共同特征。它不在乎那些小的无关痛痒的失败，它可以承受100次尝试的颗粒无收，因为他知道他所有的努力都是在买彩票，等待那一次能中大奖的机会。这是一个中大奖的世界，一个你可以坦然面对日常失败，因为你期待着那个巨大惊喜的世界。现在你明白杠铃策略为什么是天才的设计了吗？它就是一个能让你完美的、系统性的逃离那个加速行凶的世界，同时又能最大限度的把自己暴露在那个中大奖的世界里的操作系统。它是怎么做到的？当你把90%的资产放在极端安全的地方，你就等于宣布我退出那个加速行凶的游戏了。任何一次性的市场崩盘，任何一次黑天鹅事件都无法对我造成致命的伤害。你把最坏的可能性从你人生的剧本里彻底删掉了，然后你用剩下的10%去冒险。你是在做什么？你是在尽可能多的去购买那个中大奖世界的彩票，你是在把自己放在那个最有可能被巨大的正向的惊喜砸中的地方。因为你的生存已经有了绝对的保障，所以你可以用最轻松、最大胆的心态去尝试，去拥抱不确定性。你看，杠铃策略的本质就是用极端的保守来彻底规避加速的痛苦，同时用极端的冒险来尽情拥抱加速的快乐。所以我们现在终于明白了，反脆弱的核心其实是一种人生的智慧，远离那些一次大冲击就能毁掉你的领域，去拥抱那些能从不确定性中获得巨大惊喜的领域。这引出了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在生活中我们怎么才能最有效地剔除那些危险的、会加速行凶的脆弱玩意儿呢？是努力去增加好东西，还是拼命去减少坏东西？塔勒布说，答案可能又是一个反常识的。
下一部分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被大多数人忽略的强大智慧——否定法的力量。上一部分我们揭开了反脆弱的底层秘密，那么问题来了，在生活中我们怎么才能最有效地剔除那些脆弱的玩意呢？我们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肯定是想方设法的去增加好东西，比如增加收入、增加营养、增加知识、增加锻炼。我们习惯了做加法，但塔勒布告诉我们，这又是一个极其普遍的误区。真正强大和持久的智慧往往是通过做减法得到的。这个方法就叫否定法。这个词听起来有点悬，但它的核心思想来自于一个我们都听过的故事。有人问文艺复兴的巨匠米开朗基罗，他是如何雕刻出那座被誉为人类奇迹的大卫雕像的？米开朗基罗的回答充满了东方式的禅意。他说：“很简单，我只是把所有不属于大卫的部分全部凿掉就行了。你看，大卫这座完美的雕像不是通过添加任何东西创造出来的，而是通过减少不必要的大理石诞生的。这个道理就是否定法的精髓。他告诉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对于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其实是模糊不清的，但是我们对于什么是错的，什么是有害的，却有着更清晰、更可靠的认知。换句话说，我们知道的错远比我们知道的对要多得多，也重要得多。这个道理放在我们最关心的健康问题上，简直是振聋发聩。我们现代人是怎么追求健康的？吃各种各样的保健品，喝蛋白粉，买昂贵的超级食物，往自己的身体里拼命做加法，期待能变得更健康。但否定法的智慧是什么？这里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戒烟。塔勒布在书里引用了一个惊人的数据，戒烟对你健康的贡献可能比人类战后发明的所有医疗手段加起来的贡献还要大。你看，你只需要减少一个坏习惯，它的效果就超过了你做无数个加法。同样的，减少糖的摄入，减少不必要的药物，减少让你久坐不动的时间，这些减法远比增加任何补品都来得更强大、更可靠，而且它们几乎没有未知的副作用。正如古人所说，好主要是因为缺乏坏的缘故。幸福也是一样，追求幸福不如先学会避免不幸福。你知道是什么让你痛苦，那就先把它从你的生活中剔除掉。这个智慧同样适用于我们获取知识。我们是怎么追求知识的？我们追热点，看最新的畅销书，刷最新的资讯。我们拼命地往大脑里塞各种新东西，生怕被时代淘汰。但否定法的智慧是什么？是林迪效应。这个效应很简单，一个东西，比如一本书或一项技术，它存活得越久，就越有可能继续存活下去。一本流传了100年的经典著作，它再流传下一个100年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一本上周刚出版的畅销书。所以，真正获取智慧的方式不是去增加那些转瞬即逝的信息，而是通过时间的过滤器去减少那些经不起考验的脆弱的知识。垃圾少即是多，你读懂一本经典胜过你刷1000条新闻。否定法甚至能帮助我们做出更好的人生决策。塔勒布给了一个非常实用的启发法：如果你做某件事需要2个以上的理由才能说服自己，那就干脆别做。为什么？因为当你需要绞尽脑汁去想第2个、第3个理由的时候，说明你内心深处其实并不情愿，你只是在用各种理性的说辞去强迫自己。而那些真正让你心动的、显而易见的决定，往往1个理由就足够了。这种决定在未来的不确定性面前也往往更强韧。你看，无论是米开朗基罗的雕刻，还是我们的健康、知识和决策，否定法都在闪耀着它朴素而强大的光芒。它是一种反脆弱的智慧，因为它让我们远离那些脆弱的、新潮的、未经时间考验的东西，而去拥抱那些简单的、强韧的、被历史证明为可靠的东西。它让我们明白，很多时候我们变得更好，不是因为我们得到了什么，而是因为我们放下了什么。我们现在明白了，无论是健康还是知识，做减法往往比做加法更明智、更强大。它让我们远离脆弱，拥抱强韧。但是在我们的社会里，存在着一类最危险、最需要被减掉的东西，那不是一个坏习惯，也不是一本烂书，而是一类人、一类系统。这些人，他们享受着反脆弱带来的所有好处，却巧妙地把所有的风险和伤害都转移给了我们普通人。他们自己从来不承担任何后果。这种不对称是现代社会最大的不公。下一部分我们就来撕开这个骗局，聊聊全书最扎心也最核心的道德准则，你切身厉害了吗？上一部分我们聊到否定法的智慧是让我们剔除生活中那些脆弱的东西，但有一种最危险也最隐蔽的脆弱性，它不是一个东西，也不是一个坏习惯，而是一种不公平的关系。
在这种关系里，有一方享受着反脆弱带来的所有好处，却巧妙地把所有的风险和伤害都转移给了另一方，而他自己永远不必承担任何后果。塔勒布给这种终极的不对称起了一个非常生猛的名字，叫切身利害。翻译的再直白一点，就是你的肉是不是真的在这场游戏里？在这个道理，古人其实早就懂了，在将近4000年前的汉谟拉比法典里就刻着这样一条法律：如果一个建筑师造了一栋房子，结果房子塌了，砸死了屋主，那么这个建筑师就该被处死；如果砸死的是屋主的儿子，那么建筑师的儿子就得偿命。这条法律听起来很残酷，但它的智慧是极其深刻的。它用最简单、最对称的方式解决了现代社会最复杂的代理问题。他在说，你造的桥，你得敢第一个走过去；你开的药，你得敢给自己的家人吃；你做的决策，你必须和那些承受你决策后果的人风险共担。你不能只享受收益，却让别人承担损失。你的切身利益必须在里面。一个系统只有当决策者和后果承受者是同一个人时，它才可能是健康的、可持续的。但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在那些庞大的、复杂的系统里，这种切身利害的原则正在被大规模的、合法的破坏。这就引出了塔勒布在书里痛斥的一种现象，可以称之为斯蒂格利茨综合征。故事是这样的，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有2家巨大的房地产抵押贷款公司，叫房利美和房地美。当时，一位拿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顶级专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他的同事一起出具了一份报告，得出的结论是这2家公司违约的风险实际上为0。你想想，这是顶级专家用着最复杂的模型给出的科学结论。结果呢？几年后，这2家公司轰然倒塌，给纳税人造成了数千亿美元的损失，成了引爆全球金融危机的导火索之一。但最精彩的部分来了，这位斯蒂格利茨先生不仅毫发无损，他甚至在危机后摇身一变，写了一本书，以我早就警告过你们的姿态，成了预测危机的先知。这就是斯蒂格利茨综合征。一个专家，他的建议不仅是错的，甚至还助长了风险，但当灾难发生后，他却没有任何损失，还能利用灾难为自己获取声望和利益。他享受了反脆弱的所有好处，波动越大，他能谈论的话题就越多，却把脆弱性完美的转嫁给了整个社会。他自己的肉从来就没有放在游戏里。这种事在我们的生活中比比皆是。鼓吹战争的记者自己永远不用上战场，推荐高风险金融产品的银行家亏了是纳税人买单，赚了奖金却进了自己的腰包。设计出复杂难懂的法规的官员，退休后可以利用这些法规的漏洞去大公司当顾问，赚得盆满钵满。他们都巧妙地构建了一种收益归自己、风险归别人的无耻结构。那么我们普通人该如何识别这些没有切身利害的空谈家呢？塔勒布给了一条黄金法则，那就是永远不要问任何人的意见、预测或者建议，你只需要问一个问题：他的投资组合里有什么或者没有什么。一个建议你买某只股票的理财顾问，如果他自己和他的家人没有重仓持有，那他的话就一文不值。一个告诉你某种饮食方法有奇效的营养专家，如果他自己不严格遵守，那他就是个骗子。一个跟你大谈特谈创业机会的教授，如果他自己从没创过业，那他的课听了也白听。行动远比语言更有说服力，一个人的钱包和他的行为才是他真实信念的唯一证明。切身利害这4个字就像一面 X 光机，能瞬间照出我们身边所有的骗局和伪善。它不仅是一个道德准则，它更是一个风险管理的终极工具。它告诉我们，一个健康的系统必须让每个人都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必须让风险的制造者自己去承担风险的后果。任何让你能够只赢不输的系统，本质上都是在巧取豪夺别人的安全感，来构建你自己的反脆弱性。好了，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学了反脆弱的3元结构、杠铃策略、否定法以及切身利害原则。这些武器听起来都非常强大，那么在最后，我们该如何把所有这些智慧都整合起来，应用到我们自己的生活中，为自己打造一个真正做不可摧的反脆弱人生呢？下一部分也是我们这个视频的最后一部分，我们就来绘制这张属于我们每个人的反脆弱实践地图。上一部分我们用切身利害这台 X 光机照出了现代社会最大的不公，我们明白了一个健康的系统必须让每个人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好了，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把《反脆弱》这本书里最核心、最颠覆的武器都一个个解锁了。现在最关键的一步来了，我们该如何把所有这些智慧都整合起来，应用到我们自己的生活中，为自己打造一个真正做不可摧的反脆弱人生呢？
接下来，我们就跟着书来绘制这张属于我们每个普通人的反脆弱人生实践地图。第一，在你的职业发展上，请立刻打碎稳定的幻觉，建立你的职业杠铃。别再把你的职业生涯当成一个押上全部的豪赌，只押注在一家公司、一个行业上，把它打造成一个杠铃。杠铃的一头是你的生存工作，这份工作可以不用那么光鲜，甚至可以有点枯燥，但它必须极其稳定，能让你安身立命，并且下班后不会占据你任何心力。杠铃的另一头是你真正的激情事业，用你所有的业余时间去追求那个能让你实现人生跃迁的梦想，不断增加你的可选择性，学习一项不受地域限制的硬技能，建立一个不依赖于单一公司的个人品牌，结交不同行业的朋友。你拥有的选择越多，你就越不需要依赖任何一个脆弱的系统。第二，在你的个人投资上，请彻底放弃中等风险的骗局，这是杠铃策略最直接的应用。把你90%的资金放在那些绝对安全的、打死都不会亏本的地方，比如现金或国债，然后用剩下的10%去大胆地拥抱不确定性，去投那些高风险、高回报的事业。你的损失是封顶的，但你的收益是无限的。同时，在投资上做减法比做加法更重要。第一条就是减少债务，债务是脆弱性的放大器，它会让你在风险面前毫无还手之力。第二条，减少那些你看不懂的复杂产品。如果你不能用一句话跟一个孩子解释清楚你是怎么赚钱的，那就别投。最后，永远记住那条黄金法则，别听他说什么，看他买了什么。第三，在你的身心健康上，请停止圈养自己，主动拥抱友善的压力。你的身体天生就是反脆弱的，它需要压力才能保持健康和活力。所以，请立刻开始为你的身体减负和增压。健康的第一原则是做减法，戒烟，戒掉含糖饮料，减少精加工食品的摄入。这些减法带来的好处远超任何保健品。同时，减少信息焦虑，关掉新闻推送，远离那些让你愤怒和焦虑的精神垃圾。健康的第二原则是增加有益的波动性，不要害怕偶尔的饥饿，不要害怕力竭的锻炼，不要害怕接触一点不干净的东西。这些都是在为你的身体系统接种疫苗，让它变得更强大。第四，在你的认知上，请成为一个自由的漫游者，而不是一个被规划的观光客。我们这个时代最不缺的就是信息和知识，但大部分都是噪音和垃圾。你应该怎么做？拥抱林迪效应，多读那些经过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时间考验的经典，让时间帮你过滤掉99%的知识噪音。同时打造你的知识杠铃，一方面去读那些最古老、最深刻的经典原著，另一方面去和街头的出租车司机、手艺人、创业者聊天，获取最鲜活的、带有切身利害的街头智慧。最重要的是保持谦逊，承认我们对于这个复杂世界的无知，这本身就是最强大的智慧。在视频的最后，让我们回到那个最初的比喻。这个世界永远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狂风，你是想做一只在风中摇曳、随时可能熄灭的蜡烛，还是想成为一团在风中熊熊燃烧、越吹越旺的火焰？读懂了反脆弱，你就有了选择的权利。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本书再见。